二个我这是一个感触比较不好的啊。这个我过去老看海外，咱这个因为我在海外时间比较多，看一些媒体上的关于国内的政治啊观点呐、事情的观点呐，还是受影响的啊。当然了，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讲的法轮功的一些媒体，这个我确实，我觉得法轮功的有些媒体报道，比如说活摘器官这事儿，我觉得这就是胡闹，那完全是造谣。但是呢，我最近有个思考啊，这个我郭文贵的爆料出来以后啊，哎，所有这些媒体都不说话了，而且骂我啊，狠狠的骂我，而且呢，竟然在媒体上有人我看到有一个叫加拿大的一个什么媒体说，郭文贵应该找美国之音爆料啊，找 CNN 爆料啊，找西方媒体爆料啊，还有人就是骂我这胡说八道。哎，我说这个，突然间我发现啊，我揭发傅政华中国13亿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同意的，因为这是个坏蛋呢，党内外都得这个同意啊。但在海外这样所谓的激进的前沿、自由的这个阵地上，竟然发出这个声音啊。那么活摘器官这个事情呢，我们说到了李友，这个李友的事情，现在他在换肝，他换谁的肝呢？我了解的，他正在换死刑犯人的肝，啊，他的这些盟友们鼓捣帮他换的肝。我上次说了，李友换谁的肝，我们是一定要盯着的，啊，一定要知道换谁的肝。他最近这个一系列都是为这事情，但是为什么咱一直这个法轮功的媒体说这个换肝换器官人不盯住李友这事儿呢？哎，没人盯了，我感触颇深。那么另外一个，我非常纳了闷了，这个我说的话说的我都是事实，我负责任的啊。西方是个法律社会啊，我们在这里说的所有事情都负责任的。那么包括我跟博逊的这个争论当中，一次一次的事情都是韦石先生提出来的，我一次一次的驳回了他啊。我一再的说，我说韦石先生，你指出你报道我的有一句话是真的，我郭文贵也就服了，你拿证据。如果你能指出我要是假的，那我也愿意服了。没有啊，可所有的媒体几乎没有人指证他哪句话是假的，也没有人承认我是真的。这让我也很惊讶，感触颇深啊。这个感触呢，哎呀，我是在外国的媒体当中，我有个新的思考。过去我认为在西方自由世界里面，每天骂共产党的、骂国家的媒体应该更加阳光、更加真实、更加客观。哎呀，我发现国内的媒体我过去不看，现在我发现这海外很多媒体连国内的媒体还不如，那我们有什么资格去骂人家呢？去骂国内的媒体呢？这个感触太深了。包括这个国内媒体，那不可能说脏话的，那海外媒体什么话都说出来。昨天我听到了这个北京环球报替博逊一个深渊的文章，在那一天采访当中，还好是视频，是希诺先生指责我是富人，他是穷人，变成了一个环球说颠倒说他是富人，我是穷人，我欺负他们。要是环球报替他说话，让我很惊讶。大家都知道环球报的这个背景，还有博逊竟然是参加两会了，反共媒体怎么参加两会呢？这怎么回事呢？然后这些事情都给我就是证明了我以前呢所有的信息和判断都是正确的。我们很多人是被蒙骗的。说第二个感触就是，我们海外的媒体啊，对这个整个的我们翻墙出来的和在海外的华人的欺骗性和影响性，远远危害性超过了国内的所谓官方媒体，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可怕的。这两个感触啊，这个我要给您小平先生说，跟下边节目有关系。还有一个，我要必须说一下这个北大方正这个事情啊，我们跟下面都有关系。我们爆料当中牵扯出傅政华先生，牵扯出下部的这些官员，都是起源于我和北大方正的这个案件。北大方正的案件呢，我是检举揭发人，我们被抓被关，这个被问几百人。那李友呢被关了11个同事，李友几乎一天没被抓啊。李友是在那个所谓的取保的状态，医院里住了2年，一天没失去自由。我们的人现在还都在里边关了2年多，5罪4判啊，数以千亿资产国有资产流失没有，因为立功回家。他立功，他是一个同案伙，他不能立功啊。这个李友立了什么功，能让他5罪4年半一天不待呢？还有他的资产去哪儿了呀？钱去哪儿了呀？我们这个媒体上
没有任何人去回报这事儿。就关于李友的4年半，这个罪是哪一条？这个让他立功啊，1天不待。还有李友这1000多亿资产去哪儿了？没人报啊。还有郭文贵是检举揭发者，那个李友是这个11个人都有犯罪，那为什么郭文贵的人现在都在里边待着呢？李友人怎么回来了？那当然有黑手嘛，也没人报。那么更夸张的，大家可以看到了，李友现在回来以后，还在操纵着方正集团数以万亿的国有资产。头一段时间，他要用方正证券的资金，他搞了最近好多所谓的这个增发的一些概念，还搞了一些借款的几百亿的借款。他想拿这钱干什么呢？他想买他自己的他弟弟100%控制的公司，就是保险公司，那不就是洗钱抢钱吗？方正证券是上市公司，你的保险公司是私人公司，你拿着上市公司的股东们的钱，也几十亿、几百亿去买你弟弟的公司，那显然这是违法的，那显然是洗钱的。谁让他这么做的呢？专案组为什么不管呢？那当然是他背后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股东来起作用啊，他们要洗钱呢。那么包括最近这个股票的这个振幅动荡，这都是洗钱。这个但凡有点常识人都知道，媒体没有人报，没有人说。如果说博讯这么愿意挖料，他为啥不去报呢？那海外这么多正义媒为啥不报呢？